家园他好点了吗？唉，时睡时醒，醒的时候也是神情恍惚，不言不语也不哭，坐在那儿静静的发呆。我不知道他瞒着他娘，被我坏了事儿，害了他娘。你也别自责了，事情瞒不住的，早晚都会知道。以后你们有何打算？等他好了再说吧，也许他不能让他留在京城。可他不会轻易跟我回去的，他认为他爹是被冤死的。杭少爷，你听我一句，尽快带他回苏州去，把日子过下去。凭你们两个是斗不过白长喜的。这口气你让他如何能平啊？忍不了也得忍，带他回苏州，好好把日子过下去。离开这是非，不也是福气吗？圆圆，回去吧，听话。起风了，你还病着呢。咱们回苏州吧，回到咱们自己的家。你想哭，想喊，想发泄，都痛快。我知道你心里面苦，总这么闷着，我看了心疼啊。要不，你就大哭一场吧，总有我在的。啊，圆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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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姑，姑姑。圆圆，一回去我们就成亲，好不好？我疼你，让着你，什么都依着你，啊！你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，胡吃闷睡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你要是愿意了，我们就生娃娃。第一个男丁，让他姓姜，我答应过你爹的。接二连三，咱们多生他几个，这样就热闹了。你爹娘在天上，看着也安心。圆圆，景风，我就只剩下你了。爹，为什么要我认他做义父？这对你有好处。有什么好处？你听我说，儿子。对，我是您儿子，我有父亲。我是个无能的父亲，不能栽培你。可是无论怎么样，您都是我父亲。子不嫌母丑，儿不嫌家贫。我从来不会认为我自己的父亲无能。您怎么会这样想呢？爹不能耽误你。杭老爷说你是块材料。什么材料？别说是因为我能绣。他就看好你能绣。爹，您现在是怎么了？我记得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您就是最反对我拿针干绣活的。您说过，一辈子不希望我跟绣字沾上边儿。那现在您的态度，为什么突然就转变了？今非昔比了。有什么不同？就因为杭敬亭的看法，因为他的看法，所以您就改变了态度吗？阿涵，如果你一直跟在我身边，是成不了气候的。
如今杭老爷愿意教你、栽培你，是你的机会。更何况，他极有诚意，甚至愿意收你做义子。我不想做他儿子，我根本不喜欢他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不许你这么说！谁知道他是不是真心诚意想教我呀？他当然是，可是我又不是没看过他教徒弟。他当初教江家园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是敷衍了事，他什么都没教他，竟敢胡说！你怎么把自己跟江家园比在一起？他是块材料吗？可就算江家园不是那块材料，冲着他杭敬亭跟江学文之间的交情，他也不应该敷衍了事啊！他对自己的至交都能够如此，他这个人还能够信任吗？阿痕，你错看杭老爷了，他不是个刻薄的人，他对顾教、对江学文，都算是情深意重。是吗？我可没看出来。有一天，你会明白，你会感受到的。干嘛非要我感受到？我跟那江学文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若真讲情义的话，就应该对江家园好一点，他才是他故人之后呢。你们小心点啊！哎，注意点，别刮坏了。哎，留神留神！哎，为什么要拆这块匾？阿恨，你怎么来了？为什么要拆这块匾啊？这会儿你不是在绣庄吗？你的功课……这个是先帝爷赐给家园他爹的。是啊，正因如此，所以要把它好好的保存下来。哎，如今学文都不在了，这份荣耀可不能随之埋没了呀。当年呢，这块匾，还有这间屋子，都是朝廷送的，如今恐怕连屋子都保不住了。都收回？那家园怎么办？哎，远远不是问题，有我在呢，无论如何我都会照顾他的。只是啊，他也不适合继续在这个地方住下去了，触景伤情啊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哎，知道了，别碰坏了。哎，注意点，小心小心。小心啊！哎，那这块匾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先把它封上再说吧，总不能让官府连宅子带匾一块收回去吧？阿恨啊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有事吗？我找你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针法不懂的地方？还是……我不想做你的义子。不想？是，我不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自己有儿子，我也有爹。哎，好儿子不嫌多呀。就算我不识抬举，不识好歹吧。阿恨，你可别这么说呀。真的。就算您认了我，您的家里人、夫人、景珍小姐，他们也不会认我的。你也会被夹在当中为难呢。怎么？是不是他们为难你了？没有人为难我，是我自己不想。啊？我先走了。你没有跟他恳切的谈过吗？自然是谈过的，但他执意不肯。哎，他自小就是这个性子，这点与江学文大大不同。阿恨正直善良，不虚人伪义，不攀附权贵，不爱慕虚荣。他真的不像他爹。自然不像。哦，他是徐先生您一手带大的吗？杭老爷，我看此役就作罢了吧，就当他没这个福气。当年连他亲生的爹都对他弃之不顾，杭老爷，你也不必如此费心，再替江学文弥补这份遗憾了。徐先生啊，当年令妹不曾对你提及什么吗？
我常年在外地做工，很少回去。等我回到老家时，孩子已经落地，蒋学文已经不知所踪。我妹妹迟迟等他，实在是不堪。最终，在他死之前，你都不知道阿恨的爹是谁吗？他没跟我说。为了保护蒋学文，他知道我会杀了他，直到他死前才说出来。哎，那为什么你不立刻带着孩子找过来呢？山高路长，云南距此，何止千里之遥？10几年来，我的内心始终矛盾。我想让阿恨认祖归宗，又不想便宜了蒋学文，更怕那个伪君子胆小怕事，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也不敢认。这岂不更伤了阿恨？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愿念及阿恨年幼，若我犯事，他就再无所依。这么多年来，每每我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就彻夜痛苦难眠。就这么一年一年的过去，阿恨也长大了。徐先生，难为你了。总算是老天有眼，蒋学文得到了报应。可怜了阿恨，一辈子喊不到一声他的亲爹。我绝不能让阿恨再离开，就算不能公开认祖归宗，也要留他在身边。他毕竟是我儿子。少爷，很快就到镇上了。圆圆，到家了，前面就是。停下！去哪儿，圆圆？我领我爹娘回家，不能把他们活着带回来。死了，我也要自己引路，把他们带回家。爹娘，咱们回家了，前面就到了，别怕，一会儿就到了。爹娘，他们回来了，景峰回来了。哎，他爹，你去哪儿啊？他们就快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赶紧让厨房去准备。哎，娘，急什么呀？人家还在溜大街呢。啊？爹，这就是福喜园了。您最爱吃这里的酒酿汤圆，以后我天天买给你吃。爹，前面啊就是我们的绣庄了，那儿没有人会嫌弃我们的。爹，到了。关门了，爹不在了，他的绣庄也关门了。快过年了，自然该歇业了。咱们回去吧。爹的绣庄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杭景峰，
你给我过来你！我问你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！大不孝啊你！爹娘还健在呢！啊！你倒急着替别人赶棺材。哥，你也太不孝了吧！大过年的领2具尸体回来，你也不怕触霉头啊？你们小点声！我触什么霉头？叶落归根，我是陪着圆圆回故土安葬她父母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哎呀，瞧你啊，还有理了！我当然有理了，还是爹让我把她接回来的。是让你去接人，可没让你像孝子一样把尸体也接回来啊！咱们可不是丧家。于情于理，我不能放着他不管吧？那是他爹娘，若没出事的话，我今天要喊他们一声岳父岳母。可是如今出事了嘛，那我更不能翻脸不认人了。你们不知道，圆圆这一路上她有多苦。圆圆她，你看看，圆圆，你不在，他们都偷懒了，怎么没人呢？哎，人呢？他在跟谁说话呢？啊，人都死了。爹，你出来管管他们呀！爹！圆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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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把他给弄回家来，还替他办后事，这年还过不过了？年年都有年可过，不差这一年。平常倒霉我也就算了，可是这大过年的就不准再触我的眉头了。白雨晴，爹，别老对娘吹胡子瞪眼的。在这个家里头啊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哪个都可以对我大呼小叫、吹胡子瞪眼的。马上又多了一个外来的，也可以对我凶啊！你够了吧？你这么哭哭啼啼的，不嫌晦气啊？我哭怎么了？那是因为我没辙，我命苦啊！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流眼泪呀。一个是我的丈夫啊，一个是我的儿子，身边2个男人全都帮着外人呢。娘，圆圆怎么能是外人呢？那也还没亲到替他办丧事吧？现在这大过年的啊，家里不能有半点喜气呀，净是些白灯笼、白布条、白蜡烛，人家家在放炮竹，我们家在烧遗纸，人家家在恭喜发财，我们家在鞠躬致哀呀。我家在守灵，人家在守岁，人家跟江学文没有交情。可是我们又跟他有什么交情啊？你明明心里早就恨死他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怕什么呀？门关起来，这一屋子全都姓杭，有什么好避讳的？你都跟他较劲一辈子了。是，我气他，怨他，恨他，我也整过他，给他穿过小鞋，但我只希望他垮，我可没指望过他死。如今人家人都死了，他死那是他的命啊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，你又没有欠他的嘛，你心虚什么呀？我，娘，爹这也是讲道义、念旧情，为的是照顾失脚的遗孤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外头到底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看，看我怎么做。我也没说不让你照顾他呀，但是也用不着你为了照顾他，连人带棺材就在这大过年的时候给抬回家来吧。我也不希望你出丑啊，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仁厚嘛。就是，要不然在外头给他弄间房子，顶多啊再把那个佩云丫头留给他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怎么就不行了？你以为她是大小姐啊？拜托，家都垮了，还在那里摆什么场面啊？杭老爷，哎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这么硬闯直入的，你是大小姐啊？怎么了，佩云？我家小姐她不见了。什么？爹，不喝吗？这是圆圆煮的。
爹，你在怨我吗？是圆圆无能，救不了爹娘。我知道你怨我，怨你？为什么？我罪犯之女，谁都想避开。你没什么错。圆圆，我不是啊。无所谓了，是不是都没什么差别了。当然有差别了。我离开不是为了避祸，我是……不准说。我喜欢你。我不稀罕你的同情。我不是同情，是爱。圆圆，我爱你，是真的。我离开的时候给你留过一封信，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。我不知道你娘会出事，如果我知道，打死我也不会离开你的。后来我知道了，我决定留下来，我要守着你。阿赫，你以为你留下来，事情就会改变吗？你错了，你留你走，我娘她都不会复生。你走错了时机，再留下毫无意义。你恨我？恨。恨一个人是需要力气的。我累了，爱和恨，我都使不上力。圆圆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累了。如果连最亲的人我都留不住，何须再花力气去爱和恨？人世间没有什么可以信任，没有什么不能放弃。从今以后，我只剩一口气，为我爹撑着，嫁给景风，生个儿子，姓江。这就是我爹要的，就这样。圆圆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活过来。圆圆，圆圆，你要活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活过来的。放开他！圆圆，咱们回家啊。粥，别管粥了，你受凉了，跟我回家看大夫。走。好了吧，死人的事都还没弄明白呢，现在又带个伤病不死的回来了。我看我们家也别做什么绣庄了，直接开善堂好了。娘，今后那个江家园真的要来这儿住啊？你没看到人都抬回来了吗？那你就依着爹了。
你得反对呀。你可真是说的容易呀，这是你爹打定的主意，谁可以反对呀？这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一会儿找个外人回来当少爷，一会儿又找个女的回来当小姐。谁说让她来当小姐了？哼，在这个家里头啊，上下只有2个女人可以说话，一个是一家之主你娘我，一个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小姐杭景珍你，其他人都一边站着去吧。那他要是来了，你要怎么对他？识相点，他就该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寄人篱下，他还想我们怎么样啊？我拿他当尊佛一样供起来，好不好啊？是这样啊，等着瞧吧。大夫啊，麻烦您立刻开方抓药，我让家人跟你一块儿回去拿药。哎，不急，病人只是受了点风寒。哎，不能耽误。佩云啊，你陪大夫回去拿药。是。圆圆，你没事吧？锦芳啊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再陪一会儿圆圆。我跟圆圆有话要说，你先出去吧。啊。圆圆啊，杭叔，哎，躺着，先躺着啊。圆圆啊，受苦了。哎呀，谁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样的地步。我爹含恨而终，他是被冤枉的。薛文他性子太烈了。总得先活下来才能平反嘛。人家是宁鸣而生，不默而死，他却偏偏选择了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，何苦呢？这就是我爹，宁愿死，不苟活。先不说这些了，你就安心在这儿先住下来，啊？不。我想回家，回我自己家住。孩子，你已无家可归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他没事，只是受了风寒。就算有事，也跟你没关系。你的那封信被我烧了，他还没看到就被我烧了。你凭什么烧我的信？你凭什么写那样的信给我的未婚妻？你3番2次的找着种种机会靠近她，我都忍下不说了。这次你居然写出那么大胆露骨的信。那一页是哪一页？为什么他那一页在你的房间？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没做，值得你们这么缠绵悱恻、恋恋不舍？什么都没发生，会让你这么欲走还留？说要走了却还留下？你们肯定……你龌龊，你才龌龊！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怪不得你上次挺身而出，证明他是清白的。原来他的清白是毁在你的手上。你敢侮辱他！你敢动我老婆！住手！说，为什么打架？看你们2个人都往死里头打，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们打成这样啊？金凤，你说。没事。阿恨，你说。没事。
没事你们都能打成这样，那有事还不动刀子？你们俩不说呀，我都知道，不就是为了江家园吗？圆圆的事他沾不上边，他没资格。你们两个，就可怜可怜那姑娘吧，父母双亡，无家可归，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了，还得为你们背上一个不和而打架的骂名。他倒不倒霉啊？你们这到底是爱他，还是害他呢？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锦峰，我不准你再欺负他。怎么就是我欺负他呢？那好，以后你就学着尊重他。因为你要收他做义子，合着我还真得把他当兄弟。锦峰啊，你不是个小气之人呢。对，我不是，我是您嫡嫡亲亲的儿子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要是喜欢，您尽情去喜欢，我总可以不喜欢吧？就算今天他是我同胞同母的亲手足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我就是不喜欢他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昨天夜里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可能是您白天太累了，晚上睡得太沉，没听见。又是打我的景峰，他又是打我的景峰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舍不得动手打景峰呢。他可真有胆呢，3番4次的这么欺负我的景峰。哼！这2天干活啊，累死我了。就是啊，好累啊。来，你可得多吃点。这个不错。吃啊，多吃点啊。哎，他怎么样了？不好，怎么了？我只听说是风寒啊。心情不好。这是自然的，家里遭遇巨变。知道你还这样？我说的是你跟景峰少爷又打架。哎，我说你这不是……徐汉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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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啊，你还知道喊我夫人呢？那你就该知道杭景峰是什么身份了。少爷你也敢打，你想造反呐？我世道不平，奴欺主。你一个下人，你敢动手打主子，你不想活了？3天饱饭一吃，你真的以为老爷赏识你，你就可以和杭景峰平起平坐了吗？他以为自己快要成为杭家的人了。我没以为我是杭家人。那最好，我们杭家不差你一个。本来杭家呢人就够多的了，哼，现在可倒好啊，叽里咣啷的又来了一堆。瞪着眼睛伸手张口吃白饭的就多了好几口。人人要都像你一样上脸不识相，那我们杭家不被你们给吃垮了？我们没有吃白食，人人都有活干。佩云，夫人说话轮得着你插嘴吗？哼，这一天到晚的，都干了些什么活啊？啊，不就是伺候江家园吗？吃着杭家的饭，照顾江家的小姐，这笔账算得也太精瓜了吧？这，你怎么了？你们家小姐这么娇贵啊？少吃1天药，难不成会死了？杭小姐，我是按照老爷的吩咐，让我们家小姐按照大夫的指示，每天按时吃药的。你看见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人家奴才都是一心向着主子的，你可倒好，敢动手打少爷。下人该怎么当，奴才饭该怎么吃，以后你好好给我学着点。你呀，重新再熬。反正你们时间多的是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太欺负人了。佩云，把药煎上，不然小姐接不上。把眼泪擦擦，别让小姐看见了。喝药了，小姐。哦，刚熬好啊。哦，我刚才不小心把药打翻了，重新熬了一遍，耽误了点时间。人在人情在，爹一走，官府就把房子给抄了，真是世态炎凉。
快喝吧。幸好有行家，否则咱们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。杭老爷人好，其实景风也是不错的，最起码他也同意让我们搬进来了。这屋子本来是景真的，景真也挺好的。趁热喝吧，都凉了。哎，对了，佩云，趁我家屋子还没被收回去，咱们赶紧回去把那块匾拆回来，好不好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别难过了，真难为了杭叔，心思这么细密，还能想到将我爹的声誉保存下来。世态凉薄，人人都避走不及，只有杭家不但不走，还接济了我。这块匾放在这儿也好。你少啰嗦，那是我的事。不跟你同姓，我管你那么多。我要是你呀，哼，怎么样？心里早就打鼓了。你打什么鼓啊？圆圆她跟江家园没关系，他现在这个情况，跑不掉了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的是爹。杭景峰，你的位置不保了。那个徐恨，我知道，徐恨怎么样？不就是认他做义子吗？他再亲能亲得过我这亲生儿子？那也未必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该去跟爹下下功夫了。下什么功夫？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要去跟爹撒娇争宠不成？那成什么样子了？那是你们女人做的事儿，我干不来。干不来也得干，你得让爹知道你的重要性吧。你不能处处都被那个姓徐的欺负吧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他要是动手，我也不客气，打不赢我认了。打赢了又怎么样？我让他难过。杭景峰，你这什么脑子啊？皮肉上的输赢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横竖都是输。笑话，我输什么？你走着瞧吧。看到没有？那里可是你的位置。那不就是个座吗？偌大个绣庄，还怕没我位置？这绣庄虽大，可爹爹的心只有那么大。长此以往，爹爹的心里还能有你的位置吗？向来那个位置是只有你杭景峰才能做的。采光好，通风，视线又好，虚衡全局，连我都做不到那儿。小家子气。杭景峰，如果是你，我认了。他算什么东西啊？爹非但把你的位置给了他，不信你可以上前去看一下。爹把珍藏的绣谱，那可是私房货，爹都舍得拿出来让他临摹。难道你现在还这么固执地认为，你的位置不会被他取代吗？不会。你别嘴硬，告诉你，搞不好到最后，爹会连你的媳妇儿都让给他。我说的难道一点都不对吗？你想想，你和江家园这门亲事，已经不被人稀罕了，再加上娘又不喜欢江家园，江家园又跟那个徐恨，仿佛有那么一点关系。依我看，搞不好爹真会把江家园让给他。反正这种顺水人情，爹最会。你有完没完？碎嘴子！结婚？对，我想及早。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眼前这个光景啊，你还怕他跑了不成啊？你放心吧，没人跟你抢。哎，话也不是这么说，只是现在时机不对啊。怎么不对了？他还带着丧守着孝呢，连孝服都未脱呀。那可以一切从简啊。你何必这么着急呢？白事未过就披嫁衣，在他心理上，他也一时难以调试过来吧。我想他心里是愿意的。他当然愿意了，今非昔比了嘛。
我看他还能像以前那样大声地说退婚，退婚，退婚，哈，退到哪儿去啊？退无可退了吧？好了好了，小声点。哎，我干嘛要小声点啊？这可是我的家，我在我家的屋檐底下，哎，我爱说多大声就说多大声。娘，哎，锦峰啊，现在真的不是时候。就算你心里头再着急，想照顾圆圆，也不该这个时候去办婚事啊。你可不要陷圆圆于不义，落人画饼啊。听你爹的话没错的。锦峰，你扣了我一封信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挂着这件事。你为什么要扣我那封信？你为什么就对他念念不忘呢？如今，在这天地间，唯一让我念念不忘的，就只有我爹我娘了。你不要再多心了。是我在多心吗？这信上说，那夜你在他房间，你跟他说了些话。我告诉他，我不能喜欢他。不是不能，是不该。你本来就不该喜欢他，你是我的。所以，不就不喜欢了吗？可不喜欢的很勉强。这有那么为难吗？我们长多大，就认识了多久，就喜欢了多久？他不过是个中途认识的，就能让你这么为难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时间毫无意义了，还要什么白头到老？头还没白呢，心就变了。你说话呀！你要我说什么呀？说你不会变，不爱他并不难。那件龙袍你还要来做什么？触景伤情，看了也伤心呢。我就是要提醒我自己，此仇不报，永生永世，我都没有再开心的权利。忘了吧，家园，伤心的事别记着。我变得还不够多吗？昨天的一跪一叩首，有多难，真是有千斤重。我不是也做了？早之前，如果我愿意伏低作响，如果我愿意弯腰鞠躬，怎会有昨日灵堂的一跪？你不必太自责，整件事情和你无关的，是你爹。不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其实是息息相关的。我和我爹是骨肉之亲，怎么会无关呢？每一步和每一步，当时看毫无关系，现在想想，都是环环相扣的。如果我不是我爹的女儿，不是一路被宠着爱着，不是有仗势，我哪会不懂得人情世故，哪会得罪白长喜，然后在我爹去世之后孤立无援？不会不知道，敬酒不喝，罚酒更辣。你想太多了，是我以前想的太少了。大人在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知道享福。大人不在了，才知道，原来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有那种福气，可以一辈子不用脑筋。能嫁给杭景峰，也是你的福气吧？是吗？他对你不好吗？要是以前啊，别人对我江家园有一点不好，那真是件大事，只能对我好，不能对我不好。可现在，只要别人对我不坏，那就是好。那他究竟对你好不好？不坏吧？去退了他？对，赶紧，越快越好。为何如此仓促？哎呀，叫你去你就快去吧，别问那么多了。杭老爷，有事不妨讲明。定广州司这件事，只有你我知道。徐某以为，哎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这从头到尾，不都是徐先生您一手策划的吗？你，别说我防着你了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上头已经发现列司上用之物，如今，你怕了？谁不怕呀？我不怕。杭老爷，您也不用怕。如今江学文已死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咱俩更不用怕了。
可不是我们啊。您怕什么呢？不如您一再强调，安排接头的人是我。所以，我才希望你避一避嘛。啊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，免得连累你是吧？走远点儿，省得上头查下来，知道我在你府中，一问之下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想撇清啊？哎，徐先生，严重了。你想太多了。我从来没用过“杭敬亭”3个字，我接头的时候，报的是苏州绣氏的名字。苏州绣氏素来以江学文为首。我们没打约吧？没打约，付的银票是山西的，无迹可寻。真的要查起来的话，也只有我这张脸录过像。啊，所以，我才希望你先避一避啊。我这也是为你着想啊。行，徐某不是不懂事的人，离开苏州就是了。啊，不但是离开啊，你还得前往广州，告诉对方，咱们以后不用他的丝了。这丝太粗啊，着实登不了大雅之堂。而且那丝啊，你要绣龙袍了？杭老爷，您要什么，尽可以明讲。江学文主事的时候，您要掺劣丝，让他难看。如今您主事，要用上等的丝。所谓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徐某完全理解，又何必闪烁其词呢？这真让徐某误以为您连我都要放，是不是徐某小人之心了？哎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你我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，曾经是，曾经在同一条船上，现在，杭老爷您上岸了，你同样也在岸上啊。那就好。我可不想下去和江学文一起作伴。嗯，带着，路上用。哟，这么多！若不是了解您的为人，我真以为是封口费，不是吧？嘿，想差了，多带点，路上好用，啊。又要出去啊？这一趟我会出门比较久。哦，不问我上哪儿去吗？问了你也不会跟我说的。阿寒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认他做义父，那也就不必勉强了。我是说，这件事也不能勉强的。你想通了？随缘吧，你也大了。您为什么突然跟我讲这些？您不会……您还会回来吗？当然会，你还在这里，不是吗？那您……你听我说，这世间至亲不过你我。杭敬亭为人如何，我们暂且不论。我只是觉得，这是你的一个机会，跟在他身边，不论一个什么身份，总好过跟着我浪迹天涯。你不会回来了？我会，你放心。我不在你身边这段时间，我要你好好的学习，学什么都好。不喜欢刺绣，你就学着管事。杭敬亭说了要栽培你，我们就信他一次。只要肯学，阿恒，你一定会有出息的，懂吗？记住，
莫再为江家园抢出头，杭家的人会照顾他的。干嘛把我约在外头？有什么事不能在家里说吗？你真打算就这样过下去了？现在是日子过我，不是我过日子。可是你总得有个想法吧？有什么想法？一无所有的人，能有什么想法？怎么一无所有了？你爹给你留下了绣庄，还有以前的人脉。人脉，早就人走茶凉了。以前靠我爹吃饭的人，有哪一个给我爹娘上过香？一个比一个凉薄，我早就看透了。任由他们凉薄，我不会用我的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。让他们来贴你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会一无所有？并不是因为你爹不在了，而是因为杭家他接受了一切。家园，横竖你就是见不得杭家待我亲厚。杭家怎么待你亲厚了？有房子住，有饭吃，有……你真没出息！你就算生气，我也得讲实话。给你吃给你喝，那算什么呀？就凭原来江家绣庄的盈余，你混口饭挣间房不行吗？你没心没肺。但是我对你好，杭家对我更好。我爹娘在京城出事的时候，是杭叔让锦凤千里迢迢赶去陪我。我生病交迫的时候，也是杭家二话不说的收留了我。是杭家挺出来，不避讳不撇清的，帮我爹娘办了后事。这点点滴滴，我能在吃饱穿暖之后翻脸不认吗？家园，你醒醒好吗？我是醒着的，是你有私心。如果你真心喜欢我，你就应该宽慰我，你不应该挑着我去清算杭家。我承认我有私心，但我那也是为你好啊！我不要别人欺负你。没有人欺负我，杭家对我也不差。好，那咱们不针对杭家，就说为你自己好吧。你想不想出来管点事儿？到绣庄里来，起码你每天有去的地方，也好过光在家里无聊吧。我能管什么呀？刺绣我一窍不通，其他的事我更不感兴趣。管了还误事，还不如不管。我说你，阿赫，你不明白。现在我对一切都没有想头了。我说日子过我，是真的。家园，可是你以前活得那么带劲儿啊！是以前，现在没劲儿了。既然已经一无所有，也就不必害怕谁来害我了吧。出来很久了，该回去了。哎，不着急的。我该回去了。你不必行迹，我们还得自爱呢。出来这么久了，会遭人非议的。裴云，我先回房间了，一会儿把饭送到房里来吧。好。上哪儿去了？我陪我家小姐出去逛逛。哟，还有精神出去溜达闲逛呢，这日子过得不错呀。吃完了睡，睡完了逛，真当自己在养尊处优呢。我做完了家里所有的事，我们才做完了，那表明这活儿不够多呀。你跟我来。哎呀，这被子是你纳的吧？是啊，我昨天刚纳的。这针脚这么不整齐，我盖着能舒服吗？你拿回去重新再纳一遍。你怎么不愿意呀？那行，我去叫江家园给我纳。他不是御用绣娘吗？干这点针线活儿，应该也难不倒他吧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我纳。
仔细点儿，别让我盖着不舒服。不想学绣，我没兴趣。但是你有资质，有潜力啊。我真的没兴趣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学什么？我可不可以跟在杭老爷身边，学习做别的？哦，跟在我身边？是啊，我爹说过，只要有心想学，跟在杭老爷身边，一定能够学到功夫的。对，你爹说的极是，总得跟在身边，才能学到扎实的功夫啊。我无意问绣，可不可以在绣庄里做些别的什么，比如进出、买办、进货什么的？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我身边正好缺一个好帮手，你学点事务性的东西，对你也是好的。别说为了我，就是日后也可以为你爹分忧解愁啊。那就这样吗？嗯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只要你有兴趣，那就太好了。啊，我去找点东西让你看看啊。他为何对我言听计从？真的只是为了赏识吗？江福，小姐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这刷什么呢？我睡不着啊。睡不着？可不是嘛，人老三样病，爱钱怕死不瞌睡，我都占了。白天睡得多了，晚上自然就睡不着了。睡不着，那待在屋里不好吗？非要现在刷这些盘儿桶了的，这夜里多凉啊！不凉，你看我这起来活动活动，挺热的，待会儿睡得香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不睡呀？你看你这大半夜的出来，也不披件衣服，这一会儿受凉了怎么办呀？你看见佩云了吗？没在屋里啊。哦，八成解手去了。啊，他一会儿就回来，您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。不准刷了，回去睡觉去。哎呀，这孩子气！让你别刷就是别刷，你睡不着啊？睡不着就躺着去。哎，你，哎，哈哈，好。你也睡不着啊？你们怎么了？一个两个都睡不着？那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景真的被子。你也老了，爱钱怕死少瞌睡，半夜睡不着起来干活。小姐，没什么的，跟以前一样的。以前江家不会让人在半夜里干活。哎呀，小姐，没有，是他折磨你的吧？非要你赶工，对不对？他折磨我干嘛？没有，偌大个行家，就差这一床被子，非让人在大半夜里大被角。小姐，我真的没事啊。你说实话。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你看这夜深了，也没有人打扰我干活。再说了，我也睡不着啊。好，你现在回去睡。小姐，回去。
多吃点啊。是啊，多吃一点儿，养胖一点儿，别让外人以为行家亏待你了。被角纳好了没有？哦，就快纳好了。就一床被子，要做多久啊？真是的，够懒的。你缺被子吗？就一床被子，你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锦珍，是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圆圆她只是问问。对，我就是想问清楚，金珍，你缺一床被子吗？哦，小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爹，我只是让那个丫头帮我把被角纳一纳而已。非在大半夜里？不是，小姐，是我。哎呀，真是稀奇了啊！做下人的干活还要挑时辰呢，命好啊，就别当下人了，进庙里当尊佛，给人供着好了。下人也是人，下等人。佩云，你先下去。是。江叔，江叔，糟了糟了！怎么了？我闯祸了。怎么了？昨天夜里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当着下人的面，你们还羞不羞啊？锦珍，你还是不是个大家闺秀啊？娘，你怪他干什么呀？下人就是用来使唤的嘛，难道请来伺候他不成啊？为什么不使唤行家的下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江家的下人吃的是行家的饭呐，一样吃的都是行家的饭，为什么江家的下人就要忙得连个觉都睡不好，要没日没夜的干活？哦，我们江家的下人就命贱，行家的下人就……家园，你够了！都是我不好，我怎么就这么不小心让他给看见了呢？这是我不好，我还是让他先看见的。完了，这要是按照他的性格，他肯定会为我们出头的。哎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你早点让他心里清楚，省得成天在那儿晕头转向，一味的自欺欺人。阿狠，我就这么说。哎，你们啊，谁愿意传话就传话啊，但是这个做人吧，得厚道点，别太势利了。厚道点儿，别见风就转舵。真有一天他成了你们行家少奶奶，我看你们这些墙头草，到时候往哪儿待？什么江家行家的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还分什么彼此？你以后不要嫁进行家吗？你不是行家人，你不要姓行。他根本就是……哎呀，姓什么也不能没人姓。使唤下人天经地义，娘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在什么位置干什么活？好了好了，锦凤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口口声声说感念行家，尤其感谢娘为你做的，你还说难为了景珍把房间让出来给你住，现在因为一个下人，你跟他们翻脸。景芳，跟娘还有景珍道个歉。快点儿。好了，锦凤，你别太为难圆圆了，啊？还等什么？做晚辈的跟为娘道个歉，还委屈你了不成？你早晚是行家的媳妇儿，有娘教你，那是咱们的福气。来，哎呀，我们怎么受得起呀？行婶儿，景珍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行了啊！哎呀，没事了，吃饭啊，吃饭。吃饭。娘，来。哎，别！
让他哭吧。娘，开心了吧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开心极了。我也是。这应该是哥第一次大动干戈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自己的肚子生养出来的儿子，我会不了解他吗？也奇了怪了啊！你说哥他为什么这回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理当如此啊！你说是亲娘亲呐，还是媳妇儿亲呐？娘只有一个，媳妇儿啊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那娘就是不反对江家园进咱们家门了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正所谓金杯盛水，也好过烂铁缸装佳肴。眼前的那个江家园呐，就好比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杯子，拿来摆着装一下门面也管用。它能跟金杯比呀？你也不想想他们家现在到底什么状况？哎呀，所以说你不懂啊。如果你爹啊要是个做官的，那咱们就得避；如果是做生意的呢，也用不着那个江家园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行家经营的是绣庄啊，把堂堂的神针绣郎手之后给娶进来做媳妇儿，那不就是块金招牌吗？我就不信他现在还灵。哎呀，留着他有用的。哼，况且以后啊，有他认错道歉的时候。我想起早上的场面呢，我就开心。哎，你注意到没有啊？连你爹呀都没怎么帮他说话。对，说的是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玩了。嗯。嗯，哼，我儿子可不傻哟。爹看出来了，难为你啊，用心良苦。上次爹说了以后，我想了很久。若要为圆圆好，就现在站在娘那一边，所以我才开口训了他。你说是不是？这么一来，你娘她是不是里子面子都有了？也只有爹是明白人。我明不明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圆圆能不能体会你的用心呢？我想应该不成问题，只要我跟他说明白，他会同意。这毕竟是为了他好。嗯，好。希望景峰还有良心，将来不至于亏待了你。爹，让你说中了，真的让你说中了。赶紧，赶紧！回来了吗？还没呢。哎，这上哪儿去了？这，哎，老家去过了，没有。他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再不回来，连个剩菜剩饭都没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大家都还没吃完呢。你们吃不了那么多。好了，哎呀，别再生事了。这可是太太立下的规矩。屁规矩！哦，直至你们吃不下都到了，也不能留给别人吃吗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我告诉太太去。告你就不是人！你还动手啊！我就动手了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！你骂谁是狗？谁狗眼看人低，我就骂谁是狗！你干什么呢？圆圆呢？她不吃饭，他没饭吃，没饭吃。景峰少爷，你对不住我们家小姐。我知道，我早上骂了她。你知道个屁！你刚才不是要告我吗？你现在告啊？你说呀？你现在怎么没话了？你没种了是不是？好，我今天自己说。杭景峰，你知道你娘的规定，不准给他留饭是吧？
你知道你娘规定了，不让她用汤婆子是吧？你知道她两手空空来到你们家，连件御冬的衣服都没有吗？她可以做呀，没人不让。你娘不准。杭景峰，你知道你家下人跟红顶白联合起来狗仗人势，给他们罪受吗？我再跟你说说我知道的，你就知道天天舔着脸撅着屁股去讨你娘的好。我娘怎么了？她是这家的夫人，她立规矩天经地义，不想饿肚子就别误餐，不用汤婆子是怕她烫了手，她自己没寒冷，表示她不缺衣服。你没种！你再说一遍。怎么着？你想打架是吧？行，我不会还手的。我答应过我爹，不再为难江家园。但是你记住，杭景峰，你就是没种。你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到底有没有人去找我们家小姐？站住！我媳妇儿，我自己去找。给小姐把饭菜热着。他没回他家，也没在河边，去别的地方找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做饭呢？冷啊？这是挺真的吗？杭家的都是你。整个杭家，我就想要你一个。景峰，你是我的吗？圆圆，你别怨我，别生我气。我凶你，是凶给我娘看的。我先骂你，她就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早上我凶你的时候，我的心都揪到一块儿了，我舍不得呀。别哭了，不哭了啊！要不然你打我吧，啊！使劲打，照这儿打，来打我，我让你打，只要你痛快就好。来，打，打。裴云，裴云，裴云。哎呀，景峰少爷，你有事就说吧。叶礼良，把这个给圆圆。不劳您费心。裴云，别让他冻着。是我说一句越规矩的话。等着您这点暖和，我们家小姐早就冻死了。你说说你这个个性，难怪你不讨喜。我个性怎么了？不讨喜就不讨喜。为了我们家小姐，我就不讨喜了。奇怪，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你就不是？我怎么不是了我？这么晚了，在谈论什么？还拉拉扯扯的。罢了罢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跟你说也说不清楚。反正圆圆明白。他要明白，你干嘛不自己拿给他，还让我拿？哎呀，你别说是我给他的呀，说是我娘给的。我干嘛要替他卖人情啊？你别放肆啊！裴云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尤其是我们家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反正我们家呢就不是普通的人家，这里边错综复杂着呢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反正你知道，我是为了圆圆好就对了。赶紧去给她灌上热水。还有，她吃饱了没有？哎，这，啊，这个拿着。又说是你娘给的，他不会信的。不是，你说是我给的，给她买衣服。那你干嘛不自己给他买啊？哎呀，叫你给他你就给他吧。我明天要出远门办点事，真是比你们家小姐还难缠。啊，拿着，去。还给他钱？
姐，你在干嘛呢？干活啊。哎呀，行了，给我吧。哎，你是怕我做的不如你，给你丢脸啊？你看，还行啊，跟你缝的也没什么两样啊。还是有差别的哈。不过再让我多缝几次，应该做的说不定还会比你好呢。来，行了，给我吧，你去睡觉吧。我呀，现在真的进步很多了。以前你总笑我，说我是懒人做针线活，穿长线。现在我可不一样了。你看，这线穿得多短啊，完全是行家。我呀，是个勤劳的绣娘，还是入选过宫中的御用绣娘呢。哎，给你一边我一边，咱们俩互相配合，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。大半夜啊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哥哥和那个丫头在后院里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的。哥先塞给他一个汤婆子，后来又给他钱。娘，哥给他钱，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或许是让他给江家园的呢。不可能，要好要是好，他亲手把钱给江家园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要偷偷摸摸的，还是在大半夜里把钱给他身边的丫头啊？倒也是啊。而且啊，虽然我听不清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，可是我的眼睛看的是真真切切的。好歹哥也是个少爷吧，可他对哥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，完全不像丫头对少爷的。对了，哥还求他呢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哎，你沉住气啊！你给我过来。有事吗？没事就不能叫你啊？你在家里不就是让人使唤的吗？小姐那床被子你纳好了没有啊？一早就放在他床上了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没事了，你走吧。娘，你看他对我是什么态度啊？有仗势了是不是？胆子也太大了，跟我们翻脸。你说他跟哥没关系，我都不相信。哼。哎，娘，你笑什么呀？不是难怪他敢，是难怪你哥竟然舍得这么教训江家园呐。有二心了嘛？可是，哥也太没出息了吧？找这么个货色，丫头啊！哼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干嘛笑不出来呀？这会儿笑不出来的应该是江家园才是呀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你哥哥没吃亏呀，是他难堪嘛，比在这边挨耳光还惨呢。心爱的男人聘上自己贴身的丫头了。娘，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打算怎么处理？处理什么呀？儿大不由娘嘛。那你就不管了？我管什么呀？哎，你也不用管啊，根本就轮不到我们俩跳出来主持的。哎呀，我们呐，日子无聊，家里有现成的一出好戏上演，难道不好吗？那不行，以后的日子我还得给这个丫头面子，万一她要是真跟了哥……你放心，跟不了的。男人嘛，哼，图新鲜罢了。这个杭景峰，他不是一直都对江家园一往情深的吗？没想到会这样。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认定。男人，只有他们想要的，没有他们该要的，你记住就对了。又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，我爹就……你爹不是一样吗？想当年，在云南，谁都知道他在那儿聘上个女人。爹，如果不是我识大体，一口气忍了他1年，一直不吵不闹的盼到他回来，后来还会有你啊！哼，娘，你真的好伟大。这种难堪我都忍了，我就不信江家园他凭什么不能忍呢？也让他尝尝，他别以为吃定了我家景峰就能一世无忧。男人的秉性，有的他受。你干嘛呀？天凉了，
你也该置几件厚衣服了。不用了，4、9都快过去了，天气马上就要变暖和了。那还得有衣服穿啊。走，哎，不要不要，为什么呀？来都来了，好贵的，不要。咱们有钱。你哪来的银子啊？当然是江福给我的，难不成我偷的？你把银子给我。干嘛？给我。哎，小姐，这个不错啊，要这个。哎，好，看看还喜欢什么？这个好看吗？我要这一对儿。好，来，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你拿好啊。谢谢啊。哎，慢走。哎，小姐，让你买几件衣服你不要，却花钱买这些东西。我是买给杭婶儿和景珍的。干嘛呀？用得着巴结他们吗？用得着啊。我是为了景风，不是为了我。他凶你啊？那是凶给他娘看的。其实啊，他心里挺难受的。那往后他也要一直这么凶你啊？在他娘还没有开口之前，就开骂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也没知道过。我不知道2个相爱的人还需要演戏。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直来直往是行不通的。我以为爱情只要勇敢执着就可以，原来这样是不行的。一个人的勇气是不够的。真累。为什么以前我什么都不知道呢？佩云，我以前的天真是很蠢的吧？别这么说。真的，可能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，他把我的福分都拿走了，这是报应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老天有眼，因为你的善良，他们会感激你的，你会有好报的。我的好报就是有你们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为我自己求什么，我只为……别再为我们出头惹事了。那我只剩下你们了，我要好好珍惜你们，这样啊，老天爷就不会着急，把你们也从我身边带走了吧。哎呦，杭婶儿、景珍，请笑纳。哎呀，瞧你这孩子，人家要你笑纳呢，你还摆张张臭脸。我不会买东西，你们可别嫌弃。不敢。哎呀，干嘛要破费呢？你真是……前几天是我惹您生气了。哎呦，不都道过歉了吗？这又不是你的错。杭婶儿，是我不懂事。佩云，她是无辜的。景珍，你是大小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别跟我家佩云计较了。哼，你惭不惭愧啊？问你话呢，惭不惭愧？我惭愧，没能及时把小姐您的东西做好，耽误了您少盖一床被子。就这样啊？只为我惭愧啊？景珍，景珍，你别生她气了。我家佩云跟我一样，特别笨。她笨吗？哼！喂，你笨不笨啊？景珍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别再闹了。哎呀，这个屋子里啊，
是有人笨，但绝对不是他。他有多聪明啊？他都知道。杭景真，你说那杭景真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说我蠢，说我笨也是他，一会儿又夹枪带棒的挑我聪明。你还拿他的话当真啊？是啊，我得小心提防他。谁知道他又要使什么坏心眼儿？你该庆幸，庆幸啊，她不是你家小姐，否则……这倒是。哎，那你怎么办啊？她可是你的小姑子啊。那我也得认啊，演戏吧。对景风他娘演戏，对景真演戏，这张笑脸要演一辈子，就怕最后连自己也分不清楚真假了。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佩云呢？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？到底是真对他好，还是虚情假意的护着他？唉，依我看啊，是真的。啊？还真有那么蠢的人呐？他本来也没那么蠢的，但他太笃定了，对杭景峰，对那丫头，对人性都太笃定了，所以他就蠢了。哎呀，老祖宗说的话呀，是不会有错的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是防人之心啊，不可无。你记好了啊。嗯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插手。一来呢，犯不着为他出头；二来呢，你也别让你哥为难。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，就是护着哥。你也要护着他，因为如果万一你爹知道这件事，那他什么面子都没了。爹自己以前不也是这样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这是我私下里跟你说的事，你怎么可以说出来呀？那我以后就不说了吗？哼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好不容易才等到那个徐雷说要走，你爹的脑子才清醒一点，不要再提什么认义子的事。对哦，那个徐恨现在也不来绣庄学手艺了。那就好了，你爹也分清亲疏了。所以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别再兴风作浪的，让你爹生你哥的气了。他可是你亲哥哥啊！我当然会护着哥了。那个徐恨是什么东西啊？他有多远滚多远去。老爷，阿恨在查失踪的赃物，您看我是不是……不用，这事我自然会处理。可是，杭老爷说了我会处理的。师傅，哎，这几匹素胚为什么没有记下来啊？哦，是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他就是没有。你这叫什么话啊？如果所有的布匹不一一详细记载的话，要库房来做什么？那可能是原来江家的备料。江家的备料就不用记了吗？如果不记清楚这几匹布的去处，怎么控制货源啊？那是。那是什么？是徐先生负责的。好，既然已经弄进来了，放了这么久，不会拿出去晒晒吗？好好的几匹布都已经起霉了。哎呀，不能晒，一晒就黄，是劣质布。既然不能用也不能晒，那为何还要进它呀？谁进的？你爹。杭老爷，你自己看看啊，整个绣室，每天每个绣娘，他们需要多少绣布？光说每季消耗下来的胚布，就能铺满整个苏州了。那为何还有制货啊？不制猎嘛，只能成制货了。那为何还要进呢？总得有粗胚供习作之用吧。那江家绣庄岂有习作之品？哎，这绣得不错啊！谢谢。绣工越来越好了，加把劲啊！一定会出师的。库房的工人跟我说了，这几匹布
是以江家的名义进来的，按照常理，江家是不会买醋杯的。江家所做皆为上用，上用需要细部精思，怎么可能？我听了几家老板都在说，最近你在查账。不是查账，是了解。想了解什么？一切。相信我，你不会想了解的。我想。好了，你问吧，我让你了解。第一，苏州绣饰原以江家为首，但独缺江家绣庄的账本，也就是说，没有账本。你自己也都说了，江家以供上用，为朝廷服务，能有盈亏吗？就算无盈亏，也应该有进出啊。出的是功夫手艺，进的是光彩荣耀，这能记在账本上吗？光是那块御赐的匾额，价值何以为继啊？只能记在祖宗的牌位上，它无价。据我所知，江家绣庄虽是供上用，但实际上，苏州绣饰其他的绣饰买卖，江老爷是有参与的，这也分不到利润吗？年轻人呐，我劝你不要毁掉老前辈身后的清誉了吧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没这个意思，说话就更得谨慎了。什么叫参与绣饰买卖？他如何参与啊？他江学文的绣作就不能拿出来买卖？一般的普通百姓能用到跟宫中一样尊贵的东西吗？江学文是大师，是绣饰里的精神领袖，这也无价，不能记到账本上。那好，既然是精神领袖，未必轮到后期丧绣户里都不认他，约也不是由他打，这我都查过了。看得出来你是下了功夫的。后期他是因为敢绣龙袍，所以一些琐事就由我负责。再后来他因案入狱，江家园便当众宣布，绣饰里的一切由我全权负责。既然你查过了，你应该早就了解了吧？接下来呢？第4、第5呢？我还占了江家哪点便宜？还是你认为江家园还吃了什么暗亏了？现在换我来告诉你吧。第一，既然我敢把你往绣饰的核心里放，就不怕你查出半点可疑之处。第二，你得搞清楚啊，你所查的很多事情，其实都是由你父亲经手。第三，初一十五的月亮不同，但都是月亮，就看你哪天抬头。别以为只有满月才是月，只有你的正义才是正义，那都是你自己以为。我只是要答案。没有答案，只有结果。结果是江家被抄了，江家园依然衣食无虞地被谁照顾着。结果是你爹出了半点差错，你却好端端地被栽培着。刚才你看到那些绣娘，都是一些初学乍练的生手，习作只能看正面，翻过来是不能看的。也只有出了师的绣娘，才能够前后左右无可挑剔，也才是上品。你得学习识货，学习鉴赏上品。看正反又有什么用？那都是见不得人的。但那却是最真实的。真实的是，大家都吃饱了，穿暖了，富足了。即便江学文在世，这也是他要的。进来。啊，圆圆啊，来了。杭叔，您找我？来。里面坐。啊。坐。啊，我没事，我站着。这么晚了，把你吵醒了吧？我还没睡呢，倒是您，总要忙到这么晚。我啊，还好还好。家里头还住得惯吧？
很好，家里上上下下对我们都很好，很照顾。哎，杭叔，你怎么了？圆圆啊，你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杭叔看在眼里，反而心疼了。真的很好。不是很好吧？不熟悉的地方，总是会有一些委屈的，但难为你也全都忍下来了。没有什么委屈啊。在我的记忆中啊，你是最不能受委屈的。这半年前，在学文跟前，谁要让圆圆受半点委屈啊？那你还不把整个屋顶都掀开来了？连家都没了，哪还来的屋顶可以闹开来掀呢？而且啊，也没有委屈啊。如果有，你可要告诉我。没有。也只有跟我说才有用，跟别人说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别人？谁啊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总而言之啊，有任何委屈，你就直接告诉杭叔，明白吗？知道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也早点歇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来，这些银子放在身上留着用啊。不用不用，我有钱的。哎，留着。真的不用，江福身上有。就留着。你这个贼，你就是个贼！我没偷。你讲话可要有证据的。这个就是证据，人赃俱获，你还想抵赖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三更半夜不睡觉，穷咋呼什么？爹，家里闹贼了。就是他！哎，干什么呀？杭婶，我们家江福不会做贼，他就是贼，这个就是证据。说清楚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爹，家里最近老丢东西，尤其是最近这阵子，家里不停的丢东西，所以就是江福偷的，因为我们最近才搬过来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。好啊，我教你心服口服。我已经留意他很久了，最近夜里呀，只有他一个人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不睡觉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他在干活，因为活白天干不完，要晚上继续干，免得被别人闲言闲语说他吃白食。晚上干活就是贼了。杭婶，你亲眼看到他偷东西了吗？我不用亲眼看到，我早估计到了。没脑子的人都能想到，他哪儿来的钱供你这位大小姐继续吃喝玩乐，这么花销啊？还买东西撑场面呢，有什么可摆阔的呀？搞了半天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家偷来的东西换的，不稀罕。你闭嘴！你敢凶我，我就凶你！有本事你别收我礼物，手软了拿东西你就没资格嫌弃。还你！还我？哼，就这成色！以前在我们江家连佩云都不稀罕带，既然都收了，现在还我，我会要。你敢说我不如你家丫头？哼！住手！徐汉！当着下人的面，你们还嫌不丑啊？没凭没据的，就把事惹这么大。我搜过了，我是一间房一间房的搜的。你还搜房？对啊，我趁夜里啊，攻其不备，搜他个措手不及。我打开每一扇门，逐间房的查呀。你堂堂一家主母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你搜下人房？我要抓贼还要查赃啊！如果我不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杭家还不得让他们给……哎呀，怎么了？你还会不会当家？会不会做主了？啊！丢人现眼！我现在是为了杭家好，上不了台面。我杭家岂是小门小户、小鼻子小眼啊？我还经不起偷啊！一窝贼，我杭金亭还养得起？我让你为了这个破东西，大半夜不睡觉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！哎呀，现在明摆着他就是贼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查呀？走，非要等他这种人把咱们杭家的东西……你还跟我闹是不是？你还跟我闹啊！哎呀，我冤呐！我真的好冤呐！现在他们是贼呀，你为什么骂我？你丢人！他偷东西，就算家里出了贼，也不是这个查法。那你叫我怎么样啊？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做什么都是我不对。我现在好没面子啊！我一心扑在杭家，可是你却说我，他们明明是贼。
铁婶她拿钱，哪是拿呀，那是偷，是我放在那儿让他拿的。你陷他于不义，爹说过的，交友用人，勿陷人于不义。哎呀，别理你爹那一套，你爹哪知道过日子有多难呢？那铁婶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每天一睁眼就需要花钱，那也不能去偷啊。哎呀，那不到万不得已，谁愿意去当贼呀？那你就让他去偷啊？傻孩子，偷不进的。你想啊，他又不是为他自己，他这是为了家里人。哎，他为我们家干了不少活，咱们要借钱给他，倒好像他欠了我们的人情。就让他拿点吧，帮帮他。那他知道我们在帮他吗？要他知道干什么呀？哦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要声张啊。好样的。小姐，江福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小姐，你得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你老糊涂了，我不相信你，我爹都相信你，我敢不相信你吗？老爷。我也想夫人了。你在看什么呀？小姐，看什么呢？随便看看。我要搬出来。怎么了？你们不赞成？我以为你们一定会赞成的。小姐，都是我们不好，让你为难了。不是我为难，是人家为难我们。咱们没有错，既然委屈也求不了全，那干嘛还要受这份委屈啊？小姐，其实要是你一个人在行家，他们还不至于为难你。都是我们拖累你。老江福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要骂人了。老江福，他说的没错。你还说？总而言之，我打定了主意要搬出去。现在就看你们。看我们？你们可以不跟着我。小姐，小姐，你，我还算是个好小姐吗？没肩膀没本事，连你们都跟着我受气。我愿意呀。我也愿意。我不能。小姐，你这么说，就是要赶我们走了。老江福，小姐她要赶我们走。反正我是撵不走的。他要是去哪儿，我就跟着去哪儿。我也不走，除非你嫌我们是累赘。当然不是。哎，小姐，老爷生前可是答应过的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在江家养老送终。小姐，你可不能不认，这是老爷说过的。对呀，小姐，就算将来你嫁人，我也要跟着你。怎么现在就不管我了？我何尝不想一辈子把你们留在身边？但是现在连家都没有了，我要怎么照顾你们啊？小姐，小姐，我们照顾你呀。你们还要怎么照顾我？在行家没日没夜的干活，还被人当成贼来防，还一件件拿着江家的东西出去当。我真没本事。哎，出劳力挣饭吃，
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咱老姜家当出去的东西，有朝一日咱再把它赎回来。现在只是一时应应急罢了。真的有那么一天吗？当然有，肯定有。人活一口气，只要这口气在，嘿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呐，怕什么呀？对呀，现在你跟着我们就对了。对呀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啊，来，走。哎，我们真的决定搬啊？嘘。要是真的决定搬出去了，可得花一笔费用，吃用。那是往后的事儿。现在就要租房子，你说他会向行家开口吗？我估计不会。你看他这性子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找景峰少爷要，谁让他是他的？难说。这件事儿啊，谁也不好说。再说了，他决定在这个时候搬出去啊，那就是故意挑个他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不想让他知道。哎，怎么办呀？没钱搬不了嘛。我这儿还有2件东西可以当一当。我捡回来了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怎么不行啊？本来就是我们买的，他嫌弃，我们拿去当了，还能值几个钱？江福，我先去吃饭了啊。你们俩说什么呢？没什么啊，我也去吃饭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干嘛老跟着我呀？你这不死盯着我，我啥事儿也办不成啊！你要办啥事儿，你告诉我帮你跑腿。不能说，快回去吧，回去啊！哎呦，小兄弟，我不走，除非你告诉我。不能说，小姐交代，这事千万别先说出去。那我就更不走了，我就这么跟着你，我让你啥事儿也干不成。哎呦，你说不说吧？哎，江福这么快就定下来了？应该是吧。江福，你手脚这么快啊？定下来了吗？哎，定下了。啊，哎，房东给的价钱好吗？他愿意让咱们先欠着？愿意。谁呀？哎，连扇窗户都订好了啊。江福，喂，哎，你这干嘛呀？我这把你追到大街上来，人家看见了还以为咱们俩……我管三姑六婆们怎么看怎么想，爱怎么想怎么想。嘿，这倒像我以前认识的货头子。就是嘛，搬出来就搬出来，干嘛不让我知道啊？怕没面子啊？我以前叫你搬出来你不听啊？笑话，我什么时候怕我没面子了？那你干嘛不让我知道？我干嘛要让你知道？除了江福和佩云啊，我谁都不想说。哦，他们是自己人，我就不是了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现在没有福了，只有难。还有朋友吗？走，快回去商量商量去啊！哎呀，这些事儿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啊，江福，他们牵手了。看什么呀？你过来。那他们牵手，景峰少爷怎么办啊？你急什么呀？
哎呀，你就别在大街上站着了，来来走。好了，娘，别生气了啊。这叫我能不痛心吗？我们做了大半辈子夫妻，有什么意思啊？老是这样，在那么多人的面前，让我难堪，整天都说是我的错，什么都是我的错。哎，现在家里面有贼了，不用查呀？啊，是不是要人把行家的东西都搬走了呀？说我不会当家做主，20多年来家里都不曾少了东西，是最近才开始有人偷东西的。娘，你省点力气吧，都不在，骂了也白骂，一会儿又传到爹的耳朵里了。哼，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爹他凭什么那么说我？爹是个要面子的人嘛，家里有贼他就有面子了。你抓贼的方式让他觉得没面子了。哼，他要面子，难道我不要啊？当着大庭广众那么说我，往后我怎么待人呢？哼，本来我还想做成这事儿之后，在他面前邀功讨他一声夸呢，没想到，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江家园，他居然敢凶我，就是看准了哥不在，要是哥在的话，就让他跪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认错。哎，景峰什么时候回来？3、5天回来。哼。哎，小姐，这件事你不等景峰少爷回来再跟他商量商量吗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他又做不了主。哎，你有私心。我就是有私心，我就是偏向他。哼，景峰少爷也会偏向他。得了吧，他就是个软骨头。哎，我不许你这样编排他。不许也没办法，他就是那样。哼，他对我们家小姐好。哪点对他好啊？啊，对他好，你们现在还会这样？你，好啦，你们都别吵了。谁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都有数。站在景峰的立场，他对我好，也只能搁在心底，不敢明目张胆。哼，小姐心里明白就好。所以我才不告诉他呀。他要是事先知道了，那多为难啊。那你就是不等他回来，我就要先搬出去。啊，这么快？还舍不得啊？这事儿啊，就我们4个人知道，谁也不准说出去。怕什么呀？根本没有人想要留我们。那对母女要是知道了，他们还巴不得呢。杭老爷也不让知道。我不想演戏了，没意思。要是做样子，说是要留，又不见得真心想留，又何必呢？我索性啊，就做到底，当一个不识相、不知感恩回报、没心没肺的人，随便了，笑骂由人吧。哎呀，走你的路吧！你突然长大了。我不想长大，可惜没那命。我替景峰不值。叫少爷，景峰，没规矩。哎呦，我就顺口嘛。好了，快走吧。走吧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等。你让我永远长不大吗？只有一个男人可以，那就是我爹。可惜他不在了，所以我没那命。我陪你。哎，你不用了，你快回房间去吧。热水烧好了，我给你端进房间去。没热水，因为没有人劈柴。干活的人一天到晚都偷懒，不知道跑哪儿溜达去了。那咱们不洗了，脏。江家园，有事吗？跟我道歉。你对不起，没诚意。对不起，我真心真意的跟你道歉。杭景真，佩云，回去。回去。小姐，
那我先走了。可以了吗？还需要再说一次吗？后悔了吧？哼，嘴上在笑，可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吧？过2天我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，你想我会怎么跟他说？明明是你们家下人在做贼，可挨骂的却是我娘。这件事情要是被我哥知道，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可笑的？景真，你有背脚要纳吗？或者还有什么别的针线活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发完飙了，你得意了，现在低三下四的跟我示好，你觉得有用吗？没用，来不及了。反正等我哥回来，你在这的所作所为，我会一五一十的通通告诉他。好，还有，我娘到现在眼睛都是肿的，我哥也会知道。我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江家园，你生气什么呀？我哥早就已经变心了，他早就聘上了你那个丫头。哼，没什么好生气的吧？我告诉你，其实你连你的丫头都不如，他俩早就好上了。你还真别说，我是不如佩云。景风啊，眼光不差。哎，你回来了，小姐，你快跟我说说，他又怎么羞辱你了？我也搞不明白了。反正我们也要走了，你干嘛还受他气啊？哎呀，他也挺可怜的。他可怜？我看他是可恨才对吧？我真是觉得他挺可怜的。他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，乌漆麻黑的一个人守在厨房里等我们。我们万一不去厨房呢？他不是白守一夜？你想想那光景。哎呀，你呀，放心吧，他会换着花样来折磨你的。那就更可怜了，先是苦等，等不着又气，气又把他气得睡不着。到了明天早上，当着他爹的面，他又不好发作，那就更气了，饭也吃不香，又气又累。万一又犯了胃疼，他可就更愁了。瞧你说的，就你想得开。我是想得开啊，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。一想到马上就可以离开这儿，我就觉得我可以不用再奋战于他了。他真可怜，我就不懂了，哪有人会让人讨厌到这种地步？我当大小姐的时候啊，吃喝玩乐还来不及呢，他可真不惜福。是有人不惜福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得睡觉去啦。哎，佩云，你想离开杭家吗？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跟着你就对了。小姐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们俩都没洗澡。哎呦，怎么有点臭啊？臭丫头！你要做事儿。我得吃饭吧，不干活赚钱，哪来的饭吃啊？有我跟佩云就够了。对啊，再说我还可以去绣庄里干活啊。那我做什么呀？你就会吃喝拉撒睡吗？哎，你在那偷笑什么呀？去，那是以前，现在的我呀，可不会这样了。那你能干嘛呢？好了，咱们大家合计合计，总能找点事儿给你干，是吧？是啊是啊，总有活干的。再不济，我们可以养你。真的，
这除了吃啊，我什么都不会做了。以前我爹宠我，他总是搂着我跟我说，会做的人做一辈子，会吃的人吃一辈子。圆圆，我养你一辈子，你只负责吃就行了。啊，这下可好了，我就只会吃了。就他了。嗯。人呢？小姐，您找谁啊？江家那几个人，怎么一个都不见了？跑哪儿溜达去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是啊，一早就来。佩云早早把衣服都洗好了，阿恨帮着老江福把柴火放好。徐恨帮他砍柴？是啊，江小姐和佩云还一起把碗盘都洗干净了。不但没有翻脸，还帮他干活。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没看见人影了。4个人一起不见了，不知道我们忙着呢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为什么不行啊？我只会吃啊！不就是因为你只会吃吗？吃啊，这吃是什么？你懂吗？那肯定是没你懂啊！哎呀，就是人做完了，端到我面前，我只负责张开嘴，等到吃饱了，打一个嗝说好吃。那这就是我会做的。这不都一样吗？不就换个位置吗？来，你站在这儿，现在我就是客人，你放在我面前，我就开始吃，我就吃饱了，我打个嗝，好吃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怎么一样？以前啊，那是人家做给我吃，现在是我做给人家吃。那你就做呀。我不会啊。学呀。让你学做饭，那简直就是驾轻就熟嘛。从小到大，有什么好吃的没进过你肚子，没进过你嘴巴？哎，本来的嘛，连御膳房的冰糖肘子你都吃过了。冰糖肘子。什么？哎呀，他不行的他，你看我们家小姐那样，你们快别难为她了。真不行啊？你呀，哪有我们了解她呀？那不信你问江福，他行吗？他，不行你让他去市场上买菜，然后洗干净了，切、炒、爆，这不行。他呀，连什么肚裆和划水是哪一块他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大葱跟蒜白他也不知道啊。他以为豆沙跟枣泥是一家呢。他呀，以为素鹅就是鹅。哎呦，这可是连我都知道的。嗨，我也知道呀。这肚裆是肚子，划水就是尾巴，枣泥啊是大枣做的，豆沙是豆子做的，这素鹅根本就是黄豆皮儿啊！说我不会做，我那是客气，是谦虚。哎，你们还真看扁我啊！好啊，那你就做喽。做就做。哪个是蒜苔，哪个是葱？长得还真挺像哈。这个是葱，这个是蒜苔。哦，我就是想说这个是蒜苔的。哎呀，快切吧。你切？我？你是老板娘不是？我不是只负责端菜吗？那是我跟江福的事。好，我切，不就是切蒜苔吗？哎呦，我的大小姐啊，你这个就是懒人绣花穿长线，怎么能这么切呢？我们做的是本帮菜，又不是大葱烧饼。哎，刀工讲究一下行不行啊？细致一点好不好啊？行，大师傅，你来吧。行，你看好了，江福，我们来。好。好了。哎呦，没想到咱们老江家真是卧虎藏龙啊！
好了，我们该洗该切的都弄好了，现在就该你了。现在就能吃了？你看吧，他真以为他只负责吃呢。你呀，把它弄熟。哎，得先生火呀。怎么成这样了？人家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放火烧房子呢。不行不行，好难啊！我来吧。哎，别，早晚啊，他得学着自己来。继续继续。他开火煮饭，那个丫头在一边翘脚纳凉，还不让江福帮忙。娘，你说他们是不是反了？对呀，是有点奇怪。江家园会煮饭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哼，仔细想想也就想通了。他这明摆着呀，就是想巴结我们。他现在知道不能再得罪人了，迟早都是要嫁进我们杭家的。现在不学，哼，以后会有他好日子过。反正他煮的饭我不敢吃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在里面下毒啊？谅他也不敢。不，这事肯定没那么简单，肯定不会是单纯的巴结示好。疼，轻点，轻点。疼才有效嘛。早知当初啊，我好好学刺绣了，学茶艺也行啊。这卖明前龙井，也比在厨房里炒龙井虾仁轻松啊。苏东坡干嘛好肉啊？他不是文人吗？不做学问，发明个什么菜来折磨我？这个呀，行行都出状元，只要你好好学，哎，没准回头圣上就赐你个什么一牙在世，哟，那到时候就值了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。什么？要借钱？哎呀，你看看我，都是我疏忽了，早该给你知心了嘛。切，你爹这一出远门啊，我爹临行前给我留钱用了，只不过……行了，没问题啊。我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怎么不早说呢？身上没钱怎么行啊？我先打借条。胡说，打什么借条啊？本来就该给你的。你需要多少，直接上账房那儿取去吧。啊，谢谢。哦，阿汉啊，这一切都还习惯吧？那就好。啊，小心工作，注意身体啊。去吧。快，我的活都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怎么了？江福他们都出发了。哎，你闻闻我身上有什么怪味没？哎呦，葱姜蒜、鱼肉菜的味道嘛。怪不得这么臭，我都洗过澡了呀。洗不掉的，这是厨娘的味道。洗不掉？那我一辈子都要这么臭了？绣娘香啊，绣娘香，你自个儿又不干，快走吧，早去早回。他怎么还不来呀？小姐呀，八成是被什么绊住了。我听佩云说，她累坏了，连早饭都不起来吃了。
那我先去给他买点早饭吧，饿坏了可不行。啊，我给他买来了，那不是？等他来了也凉了。怎么还不来？你喜欢上他了吧？这么明显啊？谁看不出来呀？哼！自打上回进京回来，你这一路上这么护着他，现在又添了这么多的桌椅。我是问秀庄先借的。你是有心人呐。唉，这个世道难得有心人了。江叔啊，您看我是很器重你，可是我算什么呀？一个下人。你有情有义啊。唉，就剩这4个字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家小姐也是有情有义的人。就这桩亲事是老爷生前定下的，她对老爷有舐犊之情，可是对行家呢有盟约之意。所以我说呀，他不会背弃。他怎么那么傻呀？你不就喜欢他这个傻劲儿吗？啊，那要是像杭景真那样机关算尽，可聪明了，你会动心？哎，我说的不是这件，是后面那件，把后面那件黑的翻一翻。哎，哪有人在初春就开始晒皮袄啊？摆明了找茬嘛！哎，我觉得呀，这比在厨房舒服多了。手脚给我麻利点儿。聊什么呢？2个人。小姐，我们也一块去做吧，让江小姐这样不好。干嘛？你闲得发慌啊？下去。小姐，来。小姐，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知道了？应该不会吧。反正啊，他就是看咱们俩不顺眼，忍忍，别跟他计较。要是景风少爷在就好了，他才不会允许杭景真这么对咱们。江叔，来，喝杯茶休息一会儿吧。哎呦，我不敢当。我看他们今天不会来了。八成是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。哎，小兄弟，很长时间没看见你爹了。啊，杭老爷差他出去办事去了。哦，这一直以来也不知道你们父子俩是打哪儿来的，过年也没看你们回家。这府上是……其实我跟我爹一直是四处游荡，四海为家。啊，哎，那祖籍呢？听我爹说，好像是云南的。云南，好地方啊！您去过啊？那倒没有，不过倒是有过一次机会。那是20年前了吧？我们家老爷想到云南去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蓝染技术。是吗？没去成。不过倒是杭家老爷去了。你说那我就不好跟着了。您在江家待了这么久了？可不嘛，我是看着我家小姐长大的。哎呦，江家的盛衰，我是完全参与了。眼见着他们起了高楼，又眼见着高楼塌了。记得当年两家指腹为婚的时候，哎，那人人都说杭家高攀呐，可如今怎么就……哎呀，真是造物弄人呐！富贵如浮云。他们两家真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吗？我还以为2位老爷是完全不同的个性呢。哎，一位耿直，一位精明。
都是秀中状元，但是际遇不同。你说，这微时之交，总不能见其于后吧？所以这两家也就成了儿女亲家了。江家没有见其于后，但是现在杭家是怎么对待家园的？哎，你可别乱说话。这表面上，谁敢说杭家一个不字？公吃公住，连下人也一起带着。那是表面上，但实际里呢？谁还看实际呀？表面上过得去，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唉，世道人情薄如纸啊，哪个不是根红顶白，锦上添花？这风水轮流转，眼下杭家是起来了，你等着瞧吧。家园他要想自食其力，哼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还要去吗？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走了？去看看吧。江父说今天桌子椅子都会抬进来。对啊，还有桌子和椅子。对啊，总不能让客人坐在地上吃饭吧？你说这门生意得花多少钱啊？赚得回来。小姐，一会儿啊，我往东走，你往西走。为什么？你听我的就对了。哎，我们一会儿啊，在河那边碰头。你说他奇不奇怪？先是折腾了我们一天，然后还一路跟着我们出来，还好我们发现的早。还是你机灵。哎，家园怎么还没到啊？哎，来了。小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估计你早该到了。我躲了好久。哎，我总得确认他已经回去了，我才能现身吧？你们不知道啊，我把他气的在大街上直跺脚，当街就吼起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没被他发现吧？没有，气呼呼的走了。还没吃东西吧？来，真饿了。江叔带的。听佩云说，你们把桌椅都搬来了。啊，是那个那个，我爹留的钱，我先挪出来用一下。那以后赚了钱，一定很快还给你爹。不急，等赚了再说。对了，我们这小馆有名字了没有？要不叫江家食堂？别，不行，不能叫江家。为什么？江家在苏州啊，做的是绣庄。哦，那可是斯文的事儿。现在又改食堂了，不行，有辱斯文。斯文人，他也得吃饭呢。是，斯文人可以吃饭，但卖包子馒头不行，换一个。那就叫家园小馆。你总不至于那么斯文吧？我倒不是那么斯文，但我怕这招牌一旦挂了出去，没人敢来咱们这儿吃饭了。谁不知道我江家园的厨艺不精，有谁肯掏钱来吃我做的菜啊？这倒也是啊。快想啊！哎，有了，就叫吃饭。吃饭？笑什么呢？吃饭，这名字多贴切啊！哎，你说妙不妙？这一日三餐，人人都要吃饭，一说到吃饭，
就想到咱们的小馆子了。现在不怕累了？还是累的，但是我不怕。自从我爹娘去世之后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原来靠自己吃饭，又是吃饭，这名字起得真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原来靠自己啊，是件这么开心的事儿。那吃饭之前得先吃苦。我愿意，就像现在，每天偷偷摸摸的去打扫，偷偷摸摸的学手艺，偷偷摸摸在一起商量，想出这么好的名字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突然觉得，好像一切都有了希望。佩云，我可以靠自己了。小姐，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女人啊，最可怜的就是靠自己了，最惨不过自己买花戴。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，还是靠自己来得更实在些。那景风少爷呢？不靠他了，还嫁不嫁？我都忘了。忘了？你怎么能把他给忘了呢？他可是你的夫婿啊。他也要吃饭的呀。我手艺好了，他也跟着沾光呀。我可以做好吃的喂他。你会不会想得太好了？只怕他……不怕，一关一关过。江父说的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吃饭，太好了。回头我跟下面人说说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爹娘，哟，出什么大事儿了？你们自己去看吧，快点啊！杭叔，家园啊，你这是……杭婶，您清点一下，这些啊都是原来老江家的东西。哎，为什么要清点呢？又有什么事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只想请杭婶过过目，免得以后弄混了，造成误会。哎呀，事情都过去了，还有什么误会吗？家园啊，你这样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是存心找茬吧？不是，我只想请杭婶看一下，确认无误之后，我们就搬出去了。搬出去？你要搬到哪儿去啊？我们已经找好了房子，就在西郊口的巷子里。为什么要搬出去呢？你在这儿住得不好吗？嘿，哎，我怎么了？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我又没亏待他。也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有惹过他。快别这么说了，大家对我都很好的。那你又是为什么呢？总也不好这样长久打扰下去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什么叫打扰呢？又没人嫌过你。是我自个儿不好意思，心里过意不去。哼，是真的心里过意不去啊，还是在心里面赌气呀？哎呀，你还说？真的是心里过意不去，尤其是对杭婶，您对我呵护备至，嘘寒问暖，真的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自打我住进来啊，连景珍都把自己的屋子让出来给我们住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家园啊，那就别搬了，把东西收拾回屋去。都杵那儿干嘛呢？老爷说话没听见呀？杭叔，我房子都已经找好了。哎呀，家园啊，这你可就别怪杭婶要说你了。哎，表面上啊，你跟我们挺亲的，可原来心里呢，你拿我们一直当外人，嘴上叔叔婶婶的喊着我们当你是一家人，可私底下你连房子都找好了，提都没跟我们提一声啊。我想他是打定主意要搬出去的。哎呀，这万一要是传出去被外人知道了，人家怎么看我们呢？哼，我是无所谓了，反正啊，我是于情无愧，于理无亏呀。但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杭叔呢？你叫你杭叔怎么做人呢？那倒不怕，杭叔的为人还有话说吗？谁都知道，杭家对我仁至义尽，无可挑剔。要真说起来，也肯定只有我的不是。我江家园臭名在外，好吃懒做，这也不稀奇。
现在又多了一个不知感恩不识相，这也很正常啊。那说穿了，你就是铁了心非要搬出去住喽？这样吧，你安排2个人让家园带过去。不用了，杭叔，借来的屋子小，人多也住不下。景这样，上账房那儿先吃一点。不用，钱我身上有。你不要我钱，也不要我人，家园，你是打算跟我杭家断缘了是吗？杭叔，你想多了。我先走了。哟，还真有肘子啊！哎，那你可得好好练练啊，别回头客人上一次门，就再也不来了。想什么呢？我真的搬出来了。后悔了？不后悔，就是有点怕。怕什么呀？怕苦？怕累？怕没有客人上门？再苦的日子，我都能过去。那你怕什么呀？我是怕真的和景风断了缘了，走出了杭家，就是离开了景风。可是你的心总是在他身上吧？怕的是心也会远了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就远了。他总是会跟着你的，你得对他有信心。他搬出去也好，省得我跟请尊佛似的成天伺候着。有他在这儿，我连句重话都不敢说。你可没少说。你别再护着他了，人家不领情的。哎，是不是啊？人家身体养好了，他爹娘的后事也办完了，用不着我们了。说搬就搬了，头也不回。哼，真是忘恩负义。我们疼了也是白疼啊。哎。别再美梦长情了，不值得的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他手头上还有点钱，自己不哼不哈的就在外面找好了房子，自谋生路了。要是早知道他有钱的话呀，他在这的时候就应该让他摊点份子。你这脑子里面就只有钱吗？哎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你知道吗？他这一搬出去，往后会有多大的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？喂，现在不是我们赶他走的，是他自己非要走的。哎呀，人家会认为是我们逼他搬出去的。悠悠众口，如何堵啊？笑话，我还等别人先说呀。不消3日，全苏州城的人都会知道他江家园不识好歹，不知感恩。哈，安分守己的日子他过不了，还不受管教。是他自己硬要走的，我们杭家怎么留也留不住他呀！哎，你，哎呀，景风他爹呀，我说你也别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了，人生不过就数十载，你能不能活得痛快一点啊？是啊，让别人背后骂你，你痛快啊？我听不到啊，谁敢骂在我眼前骂我，骂死他！这种气我可受不了。哎，背后骂你，你听不见，
你儿子在你眼前怨啊，我看你是受是不受？哎呀，你真的以为你儿子还拿他当宝贝啊？好啊，等到明天，你儿子回来之后，看到他媳妇搬出去了，我看你怎么跟他解释。现在还不见得，她将来一定就是我们杭家的媳妇儿。你等你儿子回来自己问他吧。哎呀，少爷回来了！来，少爷。圆圆，圆圆，哎，夫人呢？正在房里歇着呢。还没起来啊？是。娘，回来了，路上辛苦了。哎，您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娘，别难过了，不伤心了。怎么了？来，娘，该吃药了。哎呀，老被他气得胃疼，值得吗？哎呀，别说呀你！为什么不让我说啊？把身体都给气坏了，还不让人说？别人不心疼娘，我心疼。有话说清楚，别指桑骂槐的。那我现在就说清楚。哎，你还跑？我跟你拼了！小姐，小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认命吧。你这活着是条好鱼，死了是道好菜。你要尽你的本分啊！哎，小姐，景风少爷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我不杀你，早晚你也得进了别人的肚子里。这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早就有古训的。小姐，是景风少爷回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吧！哼！哎呀，那江福究竟偷没偷啊？不管偷没偷，怎么也要查了才知道吧？家里的事儿都是娘在主管的，难道娘查贼，这也有错吗？哎呀，景珍呐，我在这个家里早就没有地位了。再没地位，也轮不到江家园说话吧？不是他说的，是你爹说的。那如果不是因为他问罪之师，爹会下不来台，他能当着下人的面教训您吗？杭景凤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一心向着江家园，我们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的。但娘被他气病了，这也是事实。江家园先斩后奏的搬了出去，这还是事实。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些什么？说明了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你不重要，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还能说明什么？还能说明他心里早就有了别人。这从头到尾是那个叫徐恨的帮他安排好了一切。哎呀，景珍，你不要说了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哎呀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哥，徐恨他一定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，不错。他会吃，一般懂吃的人学起来都特别快。哎，他不来吃啊？在洗澡呢。洗澡洗那么久，洗干净不就行了吗？姑娘嘛，他呀，还是在乎景风。少爷的，他怕闻到他身上的鱼腥味儿。小姐出来了，快吃饭。快吃。阿贺呢？啊，
走了。忙。他说绣庄里忙。哦。他呀，还是在乎景风。进来。你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在这儿很正常。倒是你居然还在这儿，这就有点稀奇了。杭景峰，虽然你平时挺讨厌的，但你绝对不是一个会说酸话、拐弯抹角的人。你有什么话？没有话。你不想去看他？不想看。不想知道他住在哪儿？不想。他住在……你够了！没有人可以为所欲为到这种地步。你娘和你妹妹跟你说了什么？我不想再听任何人跟我说什么了。我累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他？徐汉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曾经想把你当朋友，纵使我们骂过、打过，纵使我知道你心里边喜欢他，我也还认为你是个磊落的人。我是，你不是。男人与男人之间可以较劲儿，但不能耍心机。我没有在江湖上走过，但我最起码知道道义2个字。我说的人不能为所欲为，指的就是你徐恨。我要真的为所欲为的话，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了。那是你得不到，但你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。表面上，你为了我跟圆圆的幸福一直在努力，实际上你处心积虑的在破坏。你能给她幸福吗？没有人破坏，我们会幸福的。你能给她幸福吗？幸福本来就已经在我面前了。她在西郊外的巷子里等你。我哪儿也不会去。以后别再教导我指示我该上哪儿，该做什么。爱情是2个人的事，1个人努力不够，3个人参与嫌人多。他若真有心等我，他就应该在杭家等我。我不想用1辈子的功夫，随时随地的四处去找他。这种游戏他不来，我累了。他究竟什么时候来看我呀？此次前去，与湘蜀粤3秀派的耆老们都见了面，大家都问候爹爹。啊，可有人提及你江伯父吗？略略问了问，也都不胜唏嘘。那联斩仪式进行的怎么样？蜀派提议移师成都。哦，你的意思呢？我给婉拒了。苏州本来就是刺绣重镇，气候暖和，水土平静，人文荟萃也好过西南等地的瘴疠之气。而且每年的联展都在苏州，没有必要移师成都。他们也都接受了我的建议。很好，你处理得非常好。你说要比我说适当，免得遭人非议，人家还认为我是想掠美或成学文之光呢。爹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去绣庄了。锦峰啊，哎，你没话要问我吗？
家园他没什么问的，不想问。你见着他了吗？哎，是他自己要搬出去住的。我知道。要不然你去看看他吧。再说吧。哎，其实啊，让他吃吃苦头也好，也该让他知道，这日子没那么好过。给他人给他钱，他还都不要呢。不要就算了吧，咱们行家也不欠他的。等他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他自然会回头的。你不担心他日子怎么过吗？他自己都不担心。好吧，去忙吧。爹，娘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菜。这个是我的拿手菜啊，你们尝一尝。要是不好吃啊，就告诉我一声。不说话，那表示好吃喽。其实啊，我也觉得好吃。我们的小店就要开张了，你们赞成我吗？还没话说啊？那就表示赞成喽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这去哪儿了？这是一大早就出门了。不知道啊，他又不让我跟着，拿了几盘小菜就出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去小河边了，跟景峰少爷约会去了。他是想让少爷尝尝他的手艺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他已经回来好多天了，一趟也没有来过。是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肖姐每天都在等他。啊？是吗？这夜里啊，他就一个人站在窗边，一站就是一宿。他还没来。一定是他娘管着他，不让他来。这再怎么管，大半夜的跑也跑出来了呀。看了我都心疼。我真想啊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小姐是爱面子的人，她不说，咱就当不知道，免得呀她面子下不来啊。你们两个人叽叽喳喳说什么呢？回来了，小姐。没事儿，我们就是在一起商量，要选个吉日。对，好开张啊。不必了，天天都是好日子，我问过了。啊？问过了？问谁？我爹啊。老爷？是啊，我爹说很好，开店很好，菜做的也很好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哎，那小姐，我们开张那天，要不要通知一下？通知什么？亲朋好友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亲朋好友，人多热闹。啊，哪来的亲朋，哪来的好友啊？不必了。哎，那不通知一下行家吗？景峰少爷呀。那就更不必了。知道了，想来自然会来，这不想来，通知了他也不会来，勉强来，我才不稀罕。来了。是景峰少爷，我去开门。江夫，你快点。来了。是这要2斤麻油吗？景峰少爷，外面有个小姐找。
好些天了，为什么不去看我们家小姐？我忙。忙？再忙也不差这点功夫吧？如果你真有心。是他让你来的？啊，是啊。他干嘛自己不来？少爷，人家是姑娘家。别客气了，她这个姑娘插对翅膀就能飞了。景风少爷，你怎么现在不心疼我们家小姐了？我对她还不够好，安顿她，照顾她，这还没过门呢，我就把她当媳妇儿一样养着。可是，她受委屈了，不是吗？哪个人活着不受半点委屈？皇上再大，上头还有皇太后呢。一个市井小民受点婆婆小姑的气，就是天大的委屈。再说还有我跟爹护着她呢，她能有多大的委屈？就算为了我忍忍不行吗？那往后我前脚出门，她后脚便离家，这能行吗？这，反正你就是不去看她了，是吧？你会后悔的。气就气吧。洗得香喷喷的，他也不会来了。圆圆。